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。这期主要讲的是如何使用免费的 AI 模型，或者叫近乎免费的 AI 模型，以减少 OpenCloud 的 token 的费用，当然也就是主要是 AI 大模型的费用。我们知道 OpenCloud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模型的 token 费用太贵了。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，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。如果能使用免费的 AI 大模型，自然会大大减少我们在 token 上的消耗。这就像是《山海经》里的噬肉，就是那种割一块长一块的神肉，怎么切都不心疼，永远免费续杯。另外就是说一下 Agent Browser 这个能够在 OpenCloud 里面做浏览器自动化的详细的操作。Agent Browser 就像是《山海经》里面的当户，这种鸟是不用翅膀的，它只需要依靠胡子就能飞。Agent Browser 也是一样，它是不用你动手的，它让浏览器自己就能干活，自动操作，丝滑的像在摸鱼。这期会用到的是这位大神的 GitHub 仓库，给一个星。这个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就是帮你一键快速部署 OpenCloud，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挂上 Gemini 的。按照官网的讲法， Gemini 是默认的模型。我们知道 Gemini 的模型能够大大减少 token 的费用。接下来这里看到可以做什么，这些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几乎是 OpenCloud 可以做的所有的功能。在系统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几乎支持所有的系统。Mac 的话用的是 Homebrew 来安装环境的依赖。向上拉，这个 PS1 的版本是给 Windows 用的， macOS 和 Linux 会用这个版本。点进去看一下，再用 Homebrew 安装完依赖以后，它会自动安装最新版本的 OpenCloud， 用的是 NPM 的安装方法。点项目名称，回到首页，向下拉，这是用法，有 macOS 的，也有 Windows 的。如果你是 macOS 或者 Linux， 它推荐使用的是这个方法，也可以下载使用。第一次运行以后，输入 OC 就可以快速再次重启啊，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安装之后，可以使用 OC 这个命令快速的重启，并打开 OpenCloud 安装的引导。向下拉，这里是小白模式，这里是注意事项，它主要就是说这个脚本很方便，很多东西都会自动重启，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，解放了双手。这是文件说明， Windows 的要用这个 PS1 的版本， macOS 的要用 Shell 的版本。根据它官网推荐的用法是这一个命令，看上去像是在一个服务器上使用，当然应该也可以在本地使用。复制一下，复制好了保存到一个你等会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。根据 OpenCloud Doc 的官网呢，它是有提供一些免费服务器的参考的。在这些服务器里面，真正免费的其实只有 GCP、Railway、Render 和 Northflank。如果你选它们，就会看到对应的详细的安装步骤。那既然这一条命令像是在服务器上的命令，我们就会需要找一个服务器，创建一个实例。我想用的是 Oracle 的这个例子，它是有免费服务器的，但是它的服务器给的资源其实比较紧啊。但是和 Railway、Northflank 这个比起来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 Railway 和 Northflank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器，它只是一个容器，一个 container， 你并没有 root 权限。Render 是一个服务器，但是它没有 SSH， 也就是不能远程连接。那无论怎么说嘛，根据那条命令看上去最好是要有一个服务器，免费的可以，付费的也可以。我就准备用这个免费的来试验一下。首先要连上你的服务器，我是用 SSH，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或者别的软件。如果使用的是 SSH 的话，这个部分要改成你自己的用户名，后面的是你自己服务器的 IP。 登录服务器之后，用这个命令转换成 root 权限，然后在 GitHub Repository 这里，在用法下面选第一个，点一下复制，粘贴进来，按回车，它会先安装一些依赖，这个需要稍等一会儿。
等了大约是2分钟，这样各种依赖就安装好了。根据官网的推荐，应该使用的是小白模式，适合第一次安装。它这里也打了推荐2个字，我们就使用它推荐的这个步骤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小白模式底下它会做什么。因为我用的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器，所以资源比较紧，所以速度会比较慢，这个大概要等一会儿。如果需要甲骨文的免费的云服务器，之前是讲过的，在这里。当然它现在需要绑卡了。当然我还有讲很多其他的免费的服务器，免费服务器资源实在是太紧了，安装不进去，我退了以后重新登连更新都做不了，那我们就给它换到本地来做。根据它官网的讲法，也是可以下载到本地来进行运行的，但是你需要先安装 Curl 以及 Homebrew， 还没有 Homebrew 的，到它的官网安装一下，安装好以后再继续。但是如果你的服务器呢资源足够，这条命令肯定是能跑起来的，因为等一下很可能也会在本地直接用这个命令。在本地还是直接用第一个命令，粘贴进终端试验一下，这样就已经开始安装了，很快啊，在本地就可以跑了。在服务器上依旧更新都做不了，那我们继续本地选小白安装，这样它就开始安装了。它把依赖安装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OpenCloud 的配置了。选 Yes， 选快速启动，在模型这里选择 Skip for now， 因为按它官网的讲法是 Gemini 是默认的。然后在 Provider 这里随便选一个，按回车。既然 Gemini 是默认的，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选它默认的这个选项。接下来是要连接通道，我们就选电报。你如果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机器人，就按照它的这个步骤走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机器人，而且你还记得之前的 token， 你就可以继续按原来的 token 走。按回车，输入 token。关于搜索的话，目前可以直接跳过，这些都是可以后面安装的。技能目前也不需要，钩子目前也不需要，各位已经安装好了，直接跳过。然后是如何孵化你的机器人，就选他推荐的。然后他说没有 API key， 这样我们退出一下，好像又在启动网关。现在是第2步，这个 Proxy API， 根据官网的讲法，应该是到了这一步。macOS 上呢会需要有 Blue， 我是已经安装了 Blue 的。接下来是配置 API， 它这里说的是通过 OAuth 的授权可以无需付费 API key， 这就很牛逼了。这里有5个选项，那既然它官网是 Gemini 作为默认的选项，那我们这里就选择 Gemini， 按回车。然后需要的是 Google 账号的登录啊，我们就用它默认的第1个选项，按回车。这是一个网页登录的过程，它会弹出一个网页，你选择你要登录到谷歌的账号，或者你登录你谷歌账号进行验证，验证成功就会出现成功的消息，你可以关掉这个窗口，那就关掉，这样在终端里就会出现这些选项。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都是免费的，还是说有特定是免费的。那既然不知道，我们就选一个快速反应的模型吧。按回车，正在切换模型，似乎已经切换到了我们选择的这个 Gemini 3.1 Flash 的模型。稍等一下，他说按回车继续，按一个回车。他说是否要对接机器人，基本上就是选要对接机器人，选 Yes。接下来是选对接什么机器人，选的是电报，给一下机器人的对接码，也就是配对码，按回车。他说是没有成功，因为配对码似乎不正确，提示是按回车继续，按回车。现在是重新对电报机器人进行配对，选电报机器人。配对码的话是这样，你在你的机器人里输入下-stop， 然后再输入下-start，这个就是你的新的配对码了，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。好，配对码配对成功了。配对成功以后，继续按回车。
现在是回到了上一集的菜单，但刚才看到了配对已经成功，我们点返回。这个安装向导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它这里还有一些别的选项，比如说这个 Web UI 是通过这个设置进行访问的 ，Q 命令是通过这个设置进行访问的。如果没什么用，就直接选退出，然后在机器人里问一个问题，点击发送。有看到它在执行的这个过程，就说明是正常连接了，不错，很快就有了答案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用的是什么模型，稍等一下，确实啊，它用的就是 Gemini 3啊，而且这是免费在用啊。那根据 OpenCloud Gemini 3.1 的讲法，美以和伊朗的冲突应该是一个平局啊。如果我们想要换模型，就要再次启动引导流程。根据官网的讲法，输入 OC 这个命令就可以快速启动。输一下 OC， 按回车，是的，它又可以快速启动了。在这里选择换模型，这样它就会弹出你目前可用的模型。如果不想换，就直接按 ESC 键退出。它这里也写得很清楚，按一下 ESC 键就退到上一个。这里写的是按 Q 键退出，按一下 Q。按一下 Q 键没有退出，我们试一下按 ESC， 按 ESC 退出了。我们目前用的这个是 Gemini 的模型 ，Gemini 模型是有一定的 rate limit 的，也就是它是有一些限制的，1分钟最多是15次左右，1分钟使用的 token 最多只能是几万个吧，反正是有些限制。高频使用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正常用应该是可以的。那有鉴于 Gemini 的一定程度的限制，虽然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选项。我说的是免费的选项，因为 token 太贵了。这个免费的选项就比如说 NVIDIA 的 API Key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免费弄一个 NVIDIA 的 API Key， 而且不需要做手机的验证。现在开始看一下使用 NVIDIA 的 API。我们知道 NVIDIA 也是有提供很多 AIA 大模型的，但是如果要调用这些 AI 大模型呢，会需要使用 NVIDIA 的 API Key。之前也讲过如何获取 NVIDIA 的 API Key， 这次会再讲一下如何获取 NVIDIA 的 API Key， 但是会想办法不要使用电话验证，也就是不需要手机验证了。其核心的方法就是需要一个教育邮箱，你可以到这里注册一个.edu.kg 结尾的地址，这么一个网址几乎是只要你申请，它就会给你结果，一年大概是20-30人民币吧。它的网址的结尾是.edu.kg， 是不是教育邮箱？是，当然了，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承认这个.edu.kg 的，它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教育机构的域名申请中心。但无论怎么说吧，它是一个你付费它就会给你.edu.kg 的这么一个地方。但是我是说，但是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，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，讲白了就是可以到这个网站来免费获得一个.edu.kg 的邮箱，点一下 Create Custom， 选一下.edu.kg 结尾的后缀，给一个自定义的邮箱的名字，点创建，这样就有了一个.edu.kg 的邮箱了。它能够持续7天左右吧，按它官网的讲法可以持续7天左右，用来注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复制一下这个邮箱，到 NVIDIA 官网点 Login， 给一下这个教育邮箱，点下一步，给一下密码，重复一下密码，做一下人机验证，验证通过以后点创建账户，这个时候就要收验证码了。回到你的邮箱，点击一下验证邮件，复制一下验证码，回头粘贴到这里，点继续，这样就验证通过了。这两个可以不选，直接点提交，需要给一个账户名称，这账户名称是可以自定义的，然后点 Create， 这样就注册登录了。点一下用户按钮，点一下 API Key， 然后就可以开始创建 API Key 了。点 Generate API Key， 有一个名字，选择永不过期，点创建 Key， 这样 Key 就有了，而且是一个100年才过期的 Key， 而且你看到这里是完全没有做电话验证的。复制一下，保存到一个
方便你等会复制粘贴的地方。关掉。你要是怕这个方法有问题，我可以再申请一个，点一下 Generate API Key， 随便给一个名字，选一下永不过期，也就是100年才会过期，点 Generate， 这样就又生成了。而且你看到这里完全就没有做电话验证，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学生邮箱嘛。关掉。那如果你就是想要通过自己注册域名，然后做一个自定义域名后缀的邮箱，也就是自己做一个后缀为.edu.kg 的邮箱，之前也是有讲过的。在这里用 Cloudflare 做一个自定义域名的邮箱。既然有了 API Key， 那我们就看一下选一个模型，比如说 GLM，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样2个选项，这个是可以直接下载的，这个是免费的。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GLM5， 点一下接受，点一下 View Code 按钮，我们在这里依旧可以看到它的 Base URL， 以及它确实看上去像是只需要 NVIDIA 的 API Key 就可以驱动。那我们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这个，把这个 Base URL 复制一下，粘贴到一个你等会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。另外要保存好你刚才生成的 API Key， 关掉。既然有了 Base URL 和 API Key， 我们就来重新启动一下引导，输入 OC， 它这里有更新和卸载啊，挺不错。不过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要的是 API 管理，然后选添加 API。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提供商啊，就比如说我们用的是 NVIDIA， 所以就给 NVIDIA 按回车。现在要的是 Base URL， 你应该已经把刚才的那个 Base URL 保管好了，现在你就可以把它复制粘贴到这里，按回车。这一步就是需要 API Key 了，把你创建的 API Key 复制粘贴过来，按回车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用很多这种 NVIDIA 免费提供的这些大模型了。你在这里可以选，只要你的 NVIDIA 的 API Key 支持都可以。或者你如果特别想使用哪一个，你就输一下，比如说我输了 GLM， 这样它就显示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 GLM5 和 GLM4.7。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排行榜，这个排行榜是关于 AI 大模型对于 OpenCloud 支持的排名。Cloud Sonnet 4.61 就是第一，之后就是 GPT 5.4 了。GLM5 在这儿 ，Kimi 在这儿，接下来是千问。但是实际上一旦你有了 NVIDIA 的 API Key 以后，你可以使用 NVIDIA Provide 的所有的这种免费的 AI 模型啊，比如说刚才看到的 GLM，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Kimi， 也有 Kimi， 有没有千问，也有千问，这样实际上就更加方便了。即便你没有国外的手机号，你也可以使用各种模型啊。看一下 Cloud 没有，就选 GLM5 吧。添加所有189个模型，这次选 Yes， 它会自动重启网关啊。好了以后提示是按回车继续，我们按回车，这样就又退到上一集的列表了。那这一次在问它是什么模型的时候，它就正常变成了这个 GLM5 的这个模型，也就是刚才我们选择的这个模型。我们点返回，然后选换模型。好的，这个也成功更新了。你看，可以在这里看到非常多的模型了，很多都是这个 NVIDIA 提供的。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官方提供的 Gemini 的模型，现在我们把 NVIDIA 加入了，这样你模型的选项就会变得很多。你选模型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输入，这样选起来快一点。那如果不想更换模型，就直接按 ESC 键退出啊。那 NVIDIA 的免费 API 也讲好了，然后在它的引导里面选一下卸载。我们等一下准备看一下使用 Ollama 完全本地不需要 token 费用使用 OpenCloud， 按卸载选是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使用 Ollama 它当然可以大大的节省 token 的费用，但是它依旧有一点限制啊。如果你用的是它的云端模型，虽然 Ollama 本身推荐的就是云端模型，但是如果使用它云端的模型的话，还会受到每天的限制以及每周的限制啊，它的使用量是有明确限制的。那我们试一下完全使用本地的模型，就比如说千问 3.5， 刚才已经看过了 GLM5， 这下看一下千问 3.5，
在蓝马上搜一下这些模型，然后根据自己机子能承受的代价去下载相应的模型。这个在本地跑的话，因为我 Mac 本身是没有独立显卡，这个跑起来应该是相当卡，但是可以尝试一下。点一下进去，这个就是下载安装的命令。刚才的 OpenCloud 已经卸载完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换成了千问 3.5 35B 的这个模型啊。这个是一个本地模型，使用本地模型的目的是要避开 Ollama 使用云端模型带来的限制。使用本地模型的话，就基本是完全免费的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删掉了 OpenCloud， 所以我们要在本地再安装一个 OpenCloud。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，找到 OpenCloud 就是安装好了。然后用 Ollama 的引导命令引导配置 OpenCloud。具体步骤之前也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讲这个千问 3.5 GPT 5.3 和 GPT 5.4 的这个视频，它的7分44秒到10分48秒，就这3分钟，讲的是如何用 Ollama 在 OpenCloud 里面使用千问 3.5 的模型。之前这个视频也是讲 Ollama 结合 OpenCloud 的。配置命令之后，就选千问 3.5B 的这个模型，然后它就开始配置了。是什么模型？但是对于硬件条件很差的小伙伴，你可以看到，即便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等了4分钟还在执行中啊，并没有得到答案。但是你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它的模型就是千问 3.5 35B 啊，也就是免费在本地使用千问 3.5 的模型在 Ollama 里面，也就是说在本地免费使用千问 3.5 的模型到 OpenCloud 里面是已经做完了，只是说受制于硬件条件，这个就比较尴尬。接下去讲一下 Agent Browser， 也就是浏览器的自动化。Agent Browser 这里以前已经讲过，它就是来在 OpenCloud 里面做浏览器自动化的。它不仅是可以作为 OpenCloud 的一个 skills， 它其实自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。如果你把它配置安装到本地的话，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就是搜一下南宁的天气，用的是 Agent Browser 来打开浏览器，让它自动搜索南宁的天气。好的，它已经开始自动搜索南宁的天气了，然后它应该会自动开始检查。在收集好信息以后，这个就是它反馈的结果了。这一整个过程是它自动完成，这个就是 Agent Browser。关掉。但是我们最好要能够理解它最本质的东西，这样才能够了解它的强大。它的证书是 Apache 2.0 啊，也就是免费用啊。我们在它的仓库的 skill 底下看一下 Agent Browser， 看一下它 skill 的 Markdown 文件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对浏览器的自动化应用是很广泛的。你可以看到 Agent Browser 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。它首先是可以找到你指定的网页，然后从快照里读取这个网页所有的元素。如果这是一个登录页面，它会帮你填用户名、密码之类的，然后点一下登录按钮，然后等待登录成功，然后通过再次拍照来确认结果。而且它的应用场景很多啊，这个是常用的链式命令，这个是关于验证的，这里还有精华命令，也就是很常用的一些命令。下面还有不同的模块化的功能啊，比如说提交表单啦、验证啦、不同种类的验证啦、session 有没有过期啊，甚至还能模仿 iOS 的模拟器啊。点 Agent Browser， 我们向上推一格，看一下它的 templates。比如说点一下大家比较喜欢知道的这个提交表单的这个。换言就是说，你自己可以创建你自己的一个 template 啊，然后来自动化帮你填你自己的一个表单啊。点 Agent Browser 看一下 reference， 如果你想做 authentication， 也就是跟登录注册有关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。这里有不同的场景啊，以及不同场景会使用的命令啊，就是它其实把例子一步一步都给你看了，翻译一下。比如说身份导入、持久配置、绘画、基本登录、身份验证、恢复身份验证、OAuth SSO 流程，这个也是一种验证流程。双因素身份验证啊，各种各样的身份验证啊。这期讲了3个，一个就是这个 OpenCloud 一键安装以及免费使用 Gemini 来进行 OpenCloud 的使用啊。另外就是如果你的 Gemini 不够用的话，你还可以使用 NVIDIA 的 API Key 啊，它也提供一大堆的模型啊。然后就是快速讲一下怎么在 Ollama 上用 OpenCloud。如果你
使用这种后缀带有 Cloud 的模型的话，这种云端模型的话，它会有使用限制。但如果你用本地的话呢，它就没有限制。这肯定也是免费的。然后就是讲了一下 Agent Browser 的强大之处，它不仅仅是搜索网页这样简单，它是可以真正做浏览器自动化的。更多好玩的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掘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